印度首富安巴尼一家手握上千亿资产，却欠着中国人的钱不还。2004年，印度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不是宝莱坞明星电影，而是富豪安巴尼一家2个儿子的撕逼，甚至惊动了印度总理亲自出面调停。老安有2儿子，大儿子叫穆克什，小儿子叫阿尼尔。本来这俩人相处的还行，穆克什当总经理，阿尼尔当副总经理，是老安的左膀右臂。结果2002年，老安中风去世了，非常突然，连遗嘱都没留下一份，只留下一个168亿美元的庞大商业帝国。这么大的家产怎么分？一开始俩人还兄友弟恭的，但时间一久，矛盾就出来了。2004年，弟弟阿尼尔给穆克什写了很多信，非常委屈的抱怨哥哥暗中操纵董事会，将自己排除在集团重大决策之外，很不公平。穆克什看了觉得很搞笑，既然反手就在集团内部发了封电子邮件，告诉全公司今后他将一个人全权负责集团所有的事务，把弟弟气得半死。然后他俩就开始撕逼，弟弟给董事会提交了一份长达500页的报告，说哥哥做假账，还要把他告上法庭。吵着吵着，俩人还上了电视台，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对骂。那档节目的收视率一度爆表，搞得印度当时的总理辛格不得不出面调停，但俩兄弟依旧不肯放过对方。这场撕逼大战持续了整整1年，终于70岁的老母亲受不了了，亲自主持调解会议，强制他俩和解。他把家业一分为2，哥哥穆克什分到了工业和石油，弟弟阿尼尔则分到了电信和能源，并且他俩还做了一个浪漫的10年之约，说未来10年之内2人都不得涉足对方的产业领域。这俩表面上是和解了，可暗地里还是互相较劲。哥哥穆克什确实牛掰，在石油圈里策马奔腾，不到2年他就自豪地宣称世界上每100桶石油就有2桶是他穆克什生产的。2007年，他直接超越比尔盖茨，成为新的世界首富。之后他又进军零售行业，开了很多超市。到了2014年，信实超市已经遍布印度全国了，比我们这的大润发还多。阿尼尔也不甘落后，他每天工作15-16个小时，简直废寝忘食。终于在2008年稍微追上哥哥的脚步。那一年，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，穆克什排行第5，阿尼尔第6。我看他都有点疯魔了，半夜做噩梦都是哥哥压他一头，什么都要跟他哥比。他哥以老爹的名义办中学，他就立刻办大学；他哥送老婆游艇，他就赶紧送老婆飞机。然而做生意还得看运气。2009年金融危机，阿尼尔的资产迅速缩水300亿美元，从富豪排行榜第6滑到了第34，中间自然少不了他哥的捣鬼。为了彻底整垮弟弟，穆克什请了一整个律师团。当年分家时，他俩签了个协议，穆克什要向阿尼尔的公司低价提供17年天然气。现在他觉得价格太低，非常亏，于是开始打官司，认定协议无效。阿尼尔虽然气得半死，但根本无法反抗。最让他绝望的是，他俩的10年之约要到了。2016年，10年之期已到，穆克什立刻开始进军弟弟的电信行业。他成立了一家公司，名字非常拗口，叫角，我们就喊他角吧。角公司的第一个业务就是开4G，当时大部分印度人都在用2G， 东边发个信息，西边晚上才收到。穆克什抓来专业团队搞网速，新建了10万多个基站，覆盖印度近2万个城镇，20多万个村庄。网速是有了，但印度人没手机啊，10多亿人只有不到2亿人会用上网的手机。于是穆克什又开始卖手机，他说大家快来买我的卡，前4个月免费上网，而且充话费送手机，这套路也太眼熟了。这款手机也很牛，叫角机，看起来像个老人机，但啥都能干，能上网，能打游戏，还能刷推特，能导航，关键还特便宜，只要200多块人民币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角机长得很像诺基亚，那不是错觉，因为这手机的生产商就是诺基亚手机授权制造商 HMD。 除此之外，穆克什还开发了各种不要钱的软件，只要买他家的卡，看视频玩游戏用的流量全部免费。就这样，穆克什在短短半年内收获了1个亿的用户。到了这一步，弟弟阿尼尔是彻底翻身无望，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印度前100名败家子。走投无路的阿尼尔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部分电信资产全部卖给哥哥，而且他为了东山再起还到处借钱，最大的债主就是我们中国，我们的国开行、进出口行、工行都借了钱给他。然而2019年阿尼尔破产之后就当起了老赖，说我没钱还啊，求你们放过我。不是我说，你那些别墅、游艇、私人飞机啥的卖一卖，总能还起一部分
分吧。而且这家人很奇怪，还别人的钱就不还我们的。2019年，阿尼尔因为欠债被艾立信告上法庭，穆克什或许觉得愧疚，出手救他，还了艾立信8000万美元的债务。是不是觉着我们中国人好说话啊？总之，现在的穆克什·安巴尼也彻底坐稳印度首富的位置，据说他还打算进军军火行业，这是要当印度财阀的意思啊。安巴尼一家身为低种姓，能爬到这位置确实很励志。然而，作为从贫民窟中走出来的家族，首富一家却对平民们并不抱有同理心。2021年新冠疫情爆发时，安东尼一家是最快出逃的，他们包了8架私人飞机，直接逃到英国的庄园度假。那栋27层无人居住的豪华别墅，孤独地伫立在孟买的街头，它的脚下是横尸遍野的贫民窟，是无数月入不足400卖儿卖女的底层民众。据说那一年，印度人民怒气冲天，拆掉了信实集团1500座信号塔。然而，这对安巴尼一家来说，只不过是隔靴搔痒，可笑又可怜。印度的贫富差距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大，50%的底层民众几乎一无所有，他们没法接受教育，只能被种姓制度荼毒，以为自己天生下贱，唯有下辈子投个好胎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。穆克什或许永远都不会明白，为什么自己花20个亿建栋房会被民众如此指责，就像他永远不会清楚这些钱到底来自于哪里，是自己的狠辣的手段，还是人民的血汗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关注社长，下期更精彩。她被称为印度老佛爷，丈夫省吃俭用拿830亿美元供着她，但鼻子上挂着的那颗钻石就足以在北京2环内买下一套房。她就是亚洲第一白富美妮塔。妮塔的丈夫是印度首富穆克什·安巴尼，他的公司每分钟进账至少10万美元。一个印度底层工人，就算全年无休，连续搬砖60年，也赚不到他们公司1分钟的收入。这样一个超级首富，最大的爱好居然是宠老婆。他送给妮塔的礼物不计其数，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那辆镶了30万颗钻石的奔驰，但凡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全是不灵不灵的大钻。这车要是刮着蹭着，那不得哭一晚上。当然，这是我们凡人的想法，对富婆妮塔来说，买钻只是家常便饭。她平时就是个移动的钻石展示柜，手上、脚上、脖子、耳朵甚至鼻子，只要能挂的地方全是钻石，看着就很重很累。苹果手机上镶嵌的巨大的粉钻，据说价值高达3.2亿人民币。那他要是换手机咋办？难道抠下来吗？穆克什对老婆这么大方，自己却过得很朴素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平时只吃素。按理说，身为首富，身边美女无数，他为何只对妮塔死心塌地呢？其实最先看上妮塔的不是穆克什，而是他爸老安巴尼。妮塔出身很平凡，但长得确实好看，现在60岁了还能看得出美人影子。他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剧场跳舞，一亮相就把台下的富豪老安迷得神魂颠倒。老安敏锐地看出妮塔跳的是婆罗门舞，在印度这是只有高种姓人才能跳的舞。果不其然，妮塔是有着亚利安血脉的古吉拉特人，是最尊贵的种姓。老安激动万分，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女人吗？她虽然有钱，但却是低种姓废舍，正需要这么一个高种姓女人进他家贴金。说干就干，老安一回家就直接给人打电话说，我就是那个很有钱的老安巴尼啊，你来见见我儿子吧。妮塔一听以为是诈骗，差点把人拉黑，但老安锲而不舍，终于安排儿子跟妮塔见上了面。穆克什也是不负爹望，对美丽的妮塔一见钟情，送钱送车展开疯狂追求，俩人才约会了7、8次就结婚了。穆克什求婚的方式非常霸道总裁，有一天晚上他约妮塔出来玩，突然把车停在一十字路口，说你嫁给我吧，不答应的话我就不走，把这路堵死。妮塔一看这是个疯子，惹不得，赶紧答应了他的求婚。婚后妮塔被宠成了全印度最幸福的女人，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有次她开玩笑说，孟买的房子都太低了，不能俯瞰美丽的夜景。穆克什立刻大手一挥，斥资20亿美元，在孟买市中心建起一座27层的顶级别墅，面积超过10万平，比法国的凡尔赛宫还要大。为了维持别墅运转，他一口气安了9个电梯，雇了600个仆人来服侍他们一家6口。别看这别墅只有27层，它的高度可有173米，相当于是60层的大楼。因为它每层都挑高了7米，且各有千秋。1到6层是停车场，能停下168辆车。这么一大车库，穆克什居然把它给停满了。车库上面是修车厂，有些人修车都在自家解决，懒得出门。8楼这数字好，吉利。穆克什给它搞成了宴会厅，怎么奢华怎么整。天花板上挂满水晶灯，连扶手都是纯银和
和白金打造，堪比欧洲皇宫。9到12层是孟买的著名景点空中花园，花草树木应有尽有，直接在楼里逛一圈就算春游了。最离谱的是他家居然还能造雪，据说印度太热，妮塔没见过雪，穆克什直接找来专业团队在别墅里玩起人造雪，真不是我等凡人能想象出来的玩法。除此之外，这楼还有剧院、舞厅、水疗中心、私人医院、直升机停机坪，甚至还有寺庙。果然有钱没钱的人都逃不过玄学。这栋历时7年拔地而起的豪宅被穆克什命名为安地拉，意思就是神话中的一座岛屿。关键是他们一家6口就在这里面一子一下就搬出去了，理由是风水不好，窗户有点少，严重怀疑穆克什建这栋楼是为了防丧尸，设施如此齐全，不要太适合末日。由于此豪宅实在太过奢华，一个月光电费就要70万，当时的印度总理都看不下去了，亲自出来呼吁不要炫富，毕竟这楼旁边就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贫民窟， 1.75平方公里住了整整100万人，而穆克什家10万平米住6口人，你说印度人民心里能好受吗？对此穆克什表示很不解，我给老婆建栋房怎么了？不仅要给老婆花钱，我还要给儿子女儿花。2018年，一场印度婚礼轰动全球，婚礼的主角不是什么明星政要，却让美国国务卿都跑到了现场祝贺，主要都是因为这场耗资7亿美元的奢华婚礼实在太过豪气。新娘伊莎是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的女儿，亚洲顶尖白富美。她的婚讯一传出来，什么印度钢铁大亨、沙特石油大臣纷纷到场祝贺。我们很熟悉的影星阿米尔汗也来了，就是《摔跤吧，爸爸》里面那个男主角。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都来了。为了迎接这些宾客，穆克什专门搞了个作战室来统筹，直接包下当地所有5星级酒店，动用上百架私人飞机、1000多辆豪车接送，那场面真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这还不够，穆克什知道女儿最爱的偶像就是碧昂斯，他就琢磨着请人来唱一首助助兴。但碧昂斯是谁啊？美国歌坛天后，开玩笑，哪能跑印度来搞走穴演出？什么2000万美金？赶紧订机票！没办法，他给的实在太多了。这场婚礼足足花了7亿美元，虽然仅仅只是穆克什财富总额的1/1000，但他为了避免政府又出来扒他，就搞了个4天5000人的流水席，不管是流浪汉还是低种姓，大家都可以来吃。婚礼场面这么大，男方自然也是土豪吧。伊莎嫁的确实不是啥普通人，新郎阿南德在印度富豪榜上排第24，跟穆克什比还是差远了。而且按照印度习俗，男人是不给彩礼钱的，相反是女人要带过去一堆嫁妆。据说安巴尼给女儿准备的陪嫁是一块别墅群，这手笔鱼哭了水知道，我哭了谁知道。嫁女儿如此奢华，迎娶儿媳妇自然也不能含糊。穆克什的儿子是在瑞士的巴德鲁特皇宫酒店办的婚礼，这个酒店最便宜的房间也要1万一间，婚礼非常热闹，人非常多，什么英国首相、联合国秘书长、谷歌 CEO 都来了，据说维持秩序的人都快上千。穆克什还专门给警察和安保办了一晚歌舞秀，真是毫无人性。这些花费对穆克什来说只能是洒洒水。他手上的信实集团是印度最大的私人公司，涉足的业务有科技、零售、电信、能源，甚至已经开始接触军火，年利润占全国私营企业的30%。印度每4个人就1个人买了信实的股票，我国的大马、小马、王思聪等人在他面前简直不值一提。然而印度并不是个发达国家，贫民窟满地都是，穆克什一家又是低种姓，之前连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，他家到底是怎么发达起来的？这还得从穆克什的老爹说起。老安的故事非常励志，他是个典型的穷小子，也没读过多少书，为了谋生，在1948年跑去了也门，在一家跨国公司的加油站当服务员。这人真是个做生意的料，他很快发现也门银币的含银量居然高于他的面值，也就是说一个价值100的银币在也门只卖80，这不妥妥的财富密码。于是他开始疯狂收集银币，融化成银条再倒卖出去，狠狠赚了一把。可惜他当时收的银币实在太多，被人举报了，才干了3个月就不得不停业。虽然发财梦暂时破裂，但老安还是攒了不少钱。他回到印度之后，就拿着这桶金开始卖布，做纺织品生意，创了个公司叫信实工业。他真的很牛，很快就把信实做成了印度第一家私营上市企业。这还远远不够，老安想要的是商业帝国，他又把眼光精准地锁在了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的身上。这人当时在大选中惨败，还进了监狱，大家都怕跟他扯上关系。唯独老安不同，他出了一大把钱，用
用来支持英迪拉。在他的运作下，英迪拉在1980年再度成为印度总理。苟富贵勿相忘，英迪拉一上任就颁布一系列有利于老安做生意的政策，有一项政策的受益者甚至只有老安一个。老安迅速秒杀一大批竞争对手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地轮生产商。然而他实在没想到，自己这份拼了大半辈子的家业居然会败在亲儿子的手里。